20年前，农村的气氛平和温馨，远离城市喧嚣，思想意识和环境上的污染还不算严重。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。我们村里有几户人家与众不同，其中一户与我家关系很近。论辈分，我管那家的男主人叫二大大。二大大是当兵出身，但我始终没在他身上看到军人的影子。他当兵主要靠他父亲的关系，他父亲有文化，写得一手好字。解放后就在我们县政府工作，后来二大大复员，分配在农机厂工作，离家远，效益也不好。他娶了个美丽的教师，就是二妈。二妈胆子小，经常抱怨二大大工作单位太远，不顾家。二大大便辞了工作，回家开了个小维修门市。那时他们两口子都脱离了农业户口，吃商品粮，这在当时的农村非常让人羡慕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这么好的条件，两口子却经常打架。好不容易和好，又开始生病，没几天舒坦日子。为了活跃气氛，让二妈开心，二大大就常找些同龄人来家里聊天玩牌。那时我妈经常去，两家关系因此很近。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，他家有6间房，在村子中部偏南，分成2户，每户3间，格局是中间一个过道屋，两侧连通东西2屋。一般东屋住人，西屋放杂物。他家住西屋，屋前是个大院子，院子右侧是一排厢房，厢房南面，院子西南角上是个厕所。村里的厕所都比较简陋，其余地方乱七八糟堆着柴禾，有的地方杂草长得挺高。后来他家老头子过世，老太太搬过来后住在了东屋。那时他家基本上天天晚上西屋都有人聊天玩牌，外面看起来其乐融融。农忙过后，我妈也喜欢过去凑热闹，偶尔玩牌，牌局一般都散得很晚。有一天晚上牌局还没完，我妈起来上厕所，走到房南时，隐隐约约看见有头牛在杂草里转了个圈，慢慢走进了厢房。当时我妈没在意，只是纳闷，她家什么时候买了牛？白天也没看见。上完厕所回屋，她还调侃二大大：“你们什么时候买了头牛放院子里了？”二大大脸立马白了，打个岔敷衍过去，大家谁也没在意。牌局散时天很晚了，我二大大主动说送我妈回家。我家离得不远，以前从没送过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当时有些纳闷，但在路上二大大说完那些话，我妈又害怕又惊讶。起初二大大很突兀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也看见了？”我妈还没来得及吱声，她又接着说：“千万别让你二嫂子知道，她胆子小，要知道就不敢在家待了。其实以前没这东西，好像邻居某某翻盖完房子后才有的。让你们过来玩，也是让家里多些人气。”我妈没插嘴，她继续说：“你也知道，我们家6间房有3间是我大哥的，他们没在这儿住，人家日子过得挺好。我住着，你二嫂子身体就老容易闹，人多时好些，一到农忙你们活多不过来时就闹得厉害，脾气也坏，老和我闹别扭。”我有心想说，又怕他害怕，而且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看错了。你可千万别说出去。等他啰里啰嗦没条理地说完，我妈也吓出一身冷汗。但事情没这么简单，更恐怖的是我大奶奶的亲身经历。这是后来有次和我妈聊天时无意说起的。那天还是去二妈家玩，但人手少没玩牌，
我妈无聊就到东屋找大奶奶聊天。大奶奶那时70多岁，身体硬朗。娘俩聊着聊着，我妈提到像牛的东西，大奶奶一脸惊讶：“你也见了？前几天晚上可把我吓坏了。”原来前几天傍晚，太阳落山了，二大大两口子去别人家串门，家里就老太太一个人。她没啥事，正坐在炕上，听见窗台外面有动静，像是牲口喘粗气，又像喝醉酒。舌头大了的人家缠不清的嘟囔，那是因为邻居一个老太太刚死不久。大奶奶有点害怕，但天还不算太晚，倒也不是怕得厉害。窗帘拉上了，凭感觉声音就在窗帘外面。大奶奶仗着胆子喊了句：“谁在外面呢？”声音忽然消失了，仔细听也没动静。她有点怀疑是耳鸣或幻听，紧张的心情放了下来。但毕竟刚才好像有声音，她就在炕上挪到窗边，掀起帘子，想看看外面到底有没有东西。屋里有灯，看不清外面。老太太拢着手，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瞧。屋里的灯光投在外面，映入眼睛的是光线下有一头灰白色的牛。牛头朝南，正向相反的方向走，可能是朝北走，可能感觉有人在窥视。他把头转了过来，等大奶奶看清时，吓得大叫一声，从炕上直接蹦到了地下。因为在扭过头来的一瞬间，他分明看到牛的脖子上顶着一颗人的脑袋，而这个人正是刚死不久的隔壁老太太。我们这边习惯也尊称邻居老太太为大奶奶。忽然屋里的门帘被快速撩开，原来为了做晚饭，二大大提前回来了。刚进门就听见一声大叫，他飞快跑进屋里，看见大奶奶坐在地上，一脸苍白。大奶奶看到儿子回来，手指着窗外，嘴已不听使唤。还好二大大明白得快，顺手抄起手电筒追了出去，前后也就10来秒。他刚出房门，就见一个牛样的东西慢慢钻进了厢房。他立即打开手电跟过去，每个厢房都找遍了，里面除了粮食和一些干活用的家什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回屋把大奶奶搀起来扶回炕上，那时他基本缓过来了，问是咋回事。二大大只说那是大奶奶看花了眼，什么都没有。经过我妈这么一说，老太太这回可彻底害怕了。以后家里没人时，必须找个作伴的。那时我还小，都找过我2次，因为我知道这事，每次去整晚睡不着。看着月亮照在树上投射到窗户上的黑影，就想象那是张牙舞爪的妖怪。所幸我在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。后来大奶奶又问过二大大，二大大承认了院子里确实有东西，而且他看到不止1次2次，每次追过去，这东西就消失不见。全家人基本都知道这事，唯独瞒着二妈，因为她胆子小，要知道铁定回娘家，又没钱另买新房，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但怕啥来啥，你不知道，不代表她不会主动找你。后来二妈忽然开始不舒服，起因是在赡养老太太的问题上和妯娌大大家的媳妇闹了矛盾，但从身体状况看，明显不是生气或生病那么简单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另一户人家也要写进来了，就是老太太的大儿子。论辈分，我管他叫大大。他遗传了老爷子的基因，书生气比较浓，写的一手好毛笔字。他住在村子东头，哥俩2家离得远。大奶奶经过这事后，开始十分盼望住到老大家去，
以前商量好老太太在每个儿子家轮流住5个月，可后来就变卦了。该到老二家时，他总想赖在老大家不走，在老二家没到日子就想搬去老大家。别人问为什么，他不说，不是不想说，是没法说。说了二儿子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慢慢的，村里起了谣言，说是二媳妇虐待老太太，大媳妇对老太太好。做媳妇的谁不愿意大家说孝顺？老大这边比较得意，老二这边就比较气闷，但又不能质问老太太。二妈一肚子气全憋着，对着大妈、大家的媳妇，锅碗瓢盆总会碰着，尤其这样的亲戚，日子一长隔阂就出现了。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妯娌俩终于翻了脸，大吵一通。这段时间哥俩关系倒还不错。二妈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吵完架回家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。二大起初以为只是生气，可后来发现情形不对，二妈脸色苍白，额头却滚烫，叫他也不答应，好像昏迷了。二大急忙去找医生，医生来后观察半天，犹豫好一阵才开了点退烧药。二大又急又气，指着医生说：“人都这样了，就开点药，你看他能吃药不？”医生没接话，把二大拉到一边，小声说了些啥。二大的脸变得很凝重。医生走后，他来到东屋和大奶奶商量。原来医生说二妈的状况像是碰上不干净的东西了，不像实病，不过也不敢确定，建议去大医院看看，也建议找懂的人看看。大奶奶毕竟上了年纪，有些事情不好做主，就把老大叫过来商量。毕竟是2个妯娌打架引起的，老大这边也担点责任。大本身不信这些神叨叨的东西，建议去大医院别耽误病。二大也没说啥，商量完事情，老大出来10天很晚了，凑合着喂了点药，二妈发烧基本稳定了。但奇怪的是人不烧了，还时不时说胡话。既然决定去医院，老二这边就做第2天去的准备。他家平时串门的人多，二妈生病的事大家基本都知道了，关系好的过来探望，有需要帮忙的搭把手，不需要的也出主意。人多说什么的都有，其中有个人的话引起了二大的注意。为尊重当事人，我们暂且叫他老三。老三说他以前碰到过类似情况，这不是病是撞邪了。反正明天要去医院检查，今晚不如去趟堂口看看。堂口是我们那对神婆之类的称谓，类似中医开馆的意思。看好了更好，看不好也没关系。二大觉得有道理，就仔细打听堂口的事。这么神秘的地方，他第1次去，心里也犯怵。老三自告奋勇带他去，家里的事暂时让大奶奶照看。2人摸黑骑了辆自行车找堂口看病。堂口距我们村不远，骑车也就半小时。其实会看邪病的人并不神秘，平常和大家一样务农，只是有人需要时才接触某些东西治病。堂口一般不要钱，你愿意给就放香案上，不给也没关系，本人啥也不说。老三和二大到的时候天已大黑，村子里时不时传出几声狗叫。走到一个篱笆围成的小院前，老三停下说道了。院子里很简陋，没牲畜，只有几垄菜地。房间里昏黄的灯光，从外面看这家人也不富裕。老三撩开门帘，屋里一家人正在吃饭。炕沿上坐着个典型庄稼汉，下手是个长相一般的妇女，叽里咕噜喝着粥，边上是个7、8岁的小女孩。小孩身后是个老红的柜子，
柜子一角有2个香炉，香炉后是个不大的神像，不知是谁享受着香火。老三刚要打招呼，喝粥的妇女抬起头来：“是某某村来的吧？你们的事我管不了，你们回去。”老三和二大大听完一愣，心里嘀咕：好家伙，未卜先知。起初的疑心立刻烟消云散。二大大赶忙接过话：“你帮帮我。”顺手递了颗烟给炕上吃饭的汉子，汉子接过烟放桌上继续吃饭。小女孩倒是时不时打量他俩。妇女又说：“你们宅子里有东西，这东西我赶不跑也收不了，我本事不够。”二大大嘴笨，还是那句：“你帮帮我。”妇女不再吱声。老三接过话：“既然你知道了，要不就说说是个什么玩意？”妇女说：“这是从你们邻居那边跑过来的，具体是什么我看不好，反正不是好神。”老三看问不出什么，转移话题和炕上的汉子说庄稼话。汉子明显对种地很热衷，聊起什么庄稼赚钱，什么赔钱，便打开了话匣子。饭也吃完了，烟也点上了，二大大站在一边一脸焦急。后来聊着聊着转到各村的人上，老三顺杆爬，一会儿就攀上了亲戚。村和村隔得不远，村里人婚嫁难免走动。原来炕上的汉子是老三不知打了多少杆子才划拉到的表哥，有了亲戚这层关系，话就好说了。二大大又求了许久，妇女终于松口：“不是不帮，真是道行不够。这样，你们把我柜上的香炉先拿过去，用几天镇一下，那是我家先，9天后必须还回来。每天早中晚你们饭前上香，这几天你老婆应该不会再有问题，但在这9天里，你必须到120里地外的某某地某某村，找一个叫某某的人，他是我师哥，但他不出马，在我们那就是社堂口看病。你们要是请得动，事情就能办成；请不动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记得到9天的时候，香炉一定要还回来，记得每天上香。”说完，他朝香炉拜了拜，口里叽里咕噜念叨着驾仙保平安，暂过几日便归还什么的，然后拿块红布将香炉包好，交给了二大大。二大大千恩万谢，和老三就回来了，一激动钱也忘了给。回来一路上，走到哪里的狗就叫得厉害，还有几条狗追出来好远。刚追到村外时，狗忽然像看到什么，呜咽叫着跑了回去，弄得老三和二大大一脸莫名其妙。香炉请回来后，供奉在墙角，当晚二妈就清醒了，只是感觉身子有点虚，别的还算正常。但她向来胆小，离鬼神之类比较远，因害怕老强迫自己不信这些，忽见墙角燃着香，心里老不舒服，又因自己是老师，传出去太不像话，也不问是由，就让二大大赶紧把香炉扔出去。二大大很为难，说出真相怕二妈害怕，不说又实在解释不通这香炉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大奶奶过来解围。大奶奶说，昨晚梦到老爷子二妈的公公了，老爷子让在家立个香炉，好能享受点供奉，也能回来看看，保佑一家平平安安。一边说一边把香炉抱起来想放东屋。二妈有点面子上过不去，说，算了妈，就放西屋吧。香炉总算暂时搁置下来，剩下的事就是天天上香以及找高人。第二天一早，二大大就骑车出去了。二妈恢复的差不多，但生病的事不知怎么让娘家人知道了。一早娘家哥哥骑着摩托来探望，二妈身体还有点虚，
大哥到时他才刚吃早饭，就在端起饭碗时，忽然胃里一阵绞痛，脸立马疼得煞白。哥哥看不过去，立即找了辆车送到省城检查，结果却是一切正常，根本没病。医院没办法，看二妈痛苦，开了些止疼片。到家情况依然没好转，因二大大出去办事，只能等他回来，准备送到市里再检查。临近中午，二大大才回来，一进门又见二妈在床上躺着，肚子疼得直冒虚汗，他心里也开始打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眼看到香炉，忙问早晨上香了没有。二妈肚子疼得没心思搭理，大奶奶说没有。二大大忙点上檀香插在炉里，不一会儿，二妈的肚子慢慢好了。一旁的大舅哥看得目瞪口呆。这时二大大才明白，堂口那边说的话马虎不得。午饭前又上了3炷香，二妈已恢复正常。中午包了顿饺子，大舅哥吃完午饭回去了。碗筷洗刷完后，二大大无意中瞥见3根香烧的有些异样，不知什么时候有2根香竟然熄了。香买的是质量很好的檀香，按理不会无缘无故熄灭。一种不好的感觉顿时袭来，他骑上车想出去看看是不是大舅哥出了状况。那时没有沥青或水泥路，田间小路坑坑洼洼不好走，大中午地里基本没人干活。穿过一片小树林后拐弯的地方，忽然见一辆破旧摩托车横倒在2棵树间，车下躺着个人，正是大舅哥。好在距大舅哥村子不远，二大大赶忙找来人把他送到医院。这次事故，大舅哥头上被树刮了个大口子，缝了7针，好在别处没伤着。后来据大舅哥说，中午有点犯困，路又不远，想快点回家睡午觉。经过小树林一拐弯，忽然见前面有个穿着邋遢的老头在前面走，怕撞上，一转车头就栽向旁边树丛。临撞树上时，眼角余光向后扫了一眼，身后什么也没有。老头不知是拐过树林还是消失了。按理说老人腿脚不会这么快，就算腿脚好，这边明显出事，人之常情也不能直接走开。大舅哥始终想不通，问二大大为什么跟来。二大大不想把事搞离谱，就说忽然想起来找他还有点别的事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回来的路上，二大大自己琢磨，准是家里香炉镇着那东西，他就拿身边的亲戚出气，这更坚定了他铲除这东西的决心。关于这次出去，二大大顺利找到了要找的人，好话说尽，终于请到那人出马。那人也告诉了铲除院子里东西的方法，但需要他们一大家子同心协力。他们商量布置好，尽量考虑相关细节，然后动手除妖。除妖的方法，我这里只听说个大概。飞前3天的子时，老太太点燃3根香，插在院子当中，准备1碗水。当香烧到一半时，用碗里的水洒在香的周围成一个环形，环必须闭合。飞前2天的午时，在烧香的地方挖个小洞，洞里埋上一个陶罐，罐口用砖头封死，上面撒层浮土。飞晚上子时，老太太重复昨晚的事。飞前1天及第3天的午时，2兄弟和妯娌4人需准备4个碗，碗里放一小撮香灰，倒满水，放在屋子一角，用红布盖上。飞当盘子时，可能是子时或特定时辰，每人拿各自的碗喝半碗水。飞老太太依然点上香，飞剩下的水在香烧到一半时直接洒在香上。飞午时挖出陶罐，这时里面应该有个活物，
无论是什么拿火烧掉，事情就了结了。中间应该还有他们念什么口诀，其他事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不是内部人，也没细听。第一天一切顺利，大奶奶谨小慎微完成每个步骤，一晚无事。第二天除了陶罐不好找，也是一晚无事。第三天白天，他们拿香灰泡水时，怪事发生了。开始水很浑浊，不一会儿香灰好像融进水里，水竟然又变得清澈。大家拿红布罩好碗放在屋角。大大本身不太信这些，出于好奇，中途还掀开红布琢磨好久，最终也没看出所以然。第三天也就这么顺利过去。到了第四天，大家很早就聚在一起，心中不免兴奋。午时，二大大嫂去浮土扒开砖块，只见空空的瓦罐里有一团灰白色，像塑料但比塑料厚的东西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。二大大记得很清楚，埋陶罐前他仔细洗过，里面怎么会突然出现东西？这东西看起来不像活物，和那人说的也不相符。事情到这地步，反而让他心里隐隐不安。扯一丝那团白色的东西可能是物时，原文实物疑为彼物，拿火烧有股焦臭味，像是皮屑燃烧的气味，但究竟是什么，谁也不认识。大大那边两口子早回去了。二妈对这事也没显出多大关心，毕竟她知道得少。只有二大大和大奶奶商量好久也没结果。二大大决定还是去找那人一趟，至少把事情弄明白。恍恍惚惚间天黑了，晚上吃过饭，都早早躺炕上。二妈琢磨这段时间出的离奇事，二大大想这事到底算没算完。大奶奶却想着早点过到老大那边去。就这样各怀心事睡着了。半夜，二妈忽然把二大大推醒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窗外有牛的喘气声。起初以为是隔壁牲口，但怎么听声音都在自家院里。二大大听到声音就是一身冷汗，因为传入耳朵的除喘气声，分明还夹杂着一种很痛苦的呻吟。他摸上手电，披上衣服，没敢开灯，悄悄走到过道屋。从门缝向外看时，的确见到了大奶奶说的那模样的东西，牛的身体，脖子上顶着颗人头。但至于是谁，月光不亮，恍惚看不清。那东西在院子中央不停转圈，不时抬头看月亮方向，像在嚎叫，但传到耳朵里的却是喘气声和痛苦的呻吟。二大大基本石化了，即使当过兵，冷汗也从脑门流下。正在这时，屋里的二妈估计也察觉气氛怪异，喊了二大大一嗓子：“你干啥呢？”二大大忽然感觉有了胆气，拉开门，打开手电，直冲出去，但外面什么也没有，刚才一切像幻觉。二大细心借手电光仔细检查地面，奇怪的是地上只有白天他们自己踩踏的足迹，回想刚才确实没听到脚步声。他又检查了厢房，和以前一样，什么也没有。回屋没敢开灯，估计让二妈看到脸色非吓着她不可。摸了条枕巾擦把脸，语气尽量平和，说是野猫。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二大大就骑车去了高人那里。刚进门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那人就很气愤地责问二大大：“你们一家子人是怎么办事的？连各自的药都会喝错？你赶紧回去，我帮不了你们了。”稍后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如果能办到，尽快搬家；实在搬不了，就想办法烧香先供着。”说完就把二大大撵了出来。二大大一路郁闷极了，事事小心翼翼，到底哪里出了纰漏？
到了9天头上，二大大自己抱着香炉送回出马那户人家。因有前面的话，他还想死起白赖馍，准备把香炉再抱回去，镇宅也好上供也罢，只求心里踏实。到了那家，把事情从头到尾和妇女说一遍。一个大老爷们低声下气求人，二大大憋了一肚子火。不过这次倒也顺利，那妇女把炉里的香灰拿红布包了，只递给二大大一个空香炉，让他回家后初一15烧香。不过即使这样，最多3年还得搬家，或者把6间房连带厢房全部拆掉重盖。二大大的房子盖得不久，没舍得拆，只得暂时凑合。家里除了多个香炉，基本回到老样子，院里也没再见过那东西。就是二大大和二妈还是经常吵架，二妈身体依旧不好，这样维持了2年半。二妈的工作关系不知什么原因转到了镇上，二大大终于松了口气，把房子低价卖掉，举家迁出村子。好长时间后，听说他们生活过得很好了，不知是性格磨合了，还是这方面的原因。两口子吵架少了，二妈身体也结实很多。去年年前去城里买东西，忽然见个满头白发的妇女给我妈打招呼。我妈愣了一下，认出是我二妈，赶紧喊我过去说：“还记得不？”二妈已不复往日容颜，再漂亮的人也架不住时间摧残。她盯着我看了许久，说：“老了，都这么大了。”我问二妈：“二大大身体还好吧？生活也挺好吧？”她眼睛有些湿润说：“都好。”后来据说房子卖给了原来对面住的一户人家，那人知道这事，买这房一是因他不信，二是便宜。开春搬进去不久，到地里干活被刨的可能是铁锹、镐头之类农具，刨到了脚上，那脚差一点废了。住了2个月院，回来后又搬回自己老屋，自此房子一直空着。这2年有没有翻盖新房，因我回家少了不得而知。过了几年之后，大大和我爸闲聊起此事时说了一件小事。那天中午，他掀开红布看水里香灰时，忽然见他旁边的碗里为了心疼老婆，他和别人的碗悄悄地调换了一下。